每天早上，无数家庭的餐桌上都有一颗水煮蛋。很多人觉得，鸡蛋嘛，最简单、最便宜的营养来源，每天一颗，补充蛋白质，对身体肯定好。但你可能不知道，同样是吃鸡蛋，有人越吃气色越好，精神越足，有人却越吃胃越胀，血脂越高。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吃不吃鸡蛋，而是你有没有吃对。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自台中的68岁退休数学老师林先生，每天早上雷打不动2颗煎蛋配一杯热奶茶。这个习惯他坚持了将近20年，他觉得鸡蛋营养好，多吃没坏处。可是从2年前开始，林先生明显感觉身体不对劲儿了，早上起来总是胃胀，中午饭吃不太下去，偶尔觉得胸口闷闷的，去医院检查，医师看了他的血脂报告，皱着眉头说：林老师，你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偏高不少，平时都吃些什么？林先生当时还觉得很冤枉，我一直吃鸡蛋啊，鸡蛋不是好东西吗？后来在营养师的建议下，他调整了鸡蛋的吃法，不是不吃，而是换了一种方式。3个月后回去复查，血脂数据有了明显改善，早上那种胃胀的感觉也少了很多。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鸡蛋，有人吃了身体越来越好，有人却越吃越不舒服？今天我就从传统饮食智慧和现代营养研究2个角度，把鸡蛋这件事彻彻底底给大家讲清楚。鸡蛋这个东西太常见了，常见到我们几乎不会去想它的来历。但你知道吗？人类吃鸡蛋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的遗址中就发现了人类驯养家禽、取蛋食用的证据。在中国，商朝的甲骨文里就已经出现了鸡这个字。到了周朝，鸡蛋已经是祭祀和日常饮食中的重要食物，一种食物能流传5000年，跨越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地域，被全人类共同选择。这件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它一定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从传统养生的角度来看，鸡蛋被认为性平、味甘，归脾经和胃经。古人说它滋阴润燥、养血安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鸡蛋不是那种偏寒或者偏热的食物，它性质很温和，适合大多数人长期食用，尤其是蛋黄，在传统医学里被认为是滋补阴血的好东西。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专门记载了鸡蛋的药用价值，认为它能补虚雷，也就是帮助身体虚弱的人恢复元气。那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呢，一颗普通大小的鸡蛋大约含有6到7克的优质蛋白质，而且这种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跟人体需要的模式非常接近，生物利用率可以达到94%以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吃进去的蛋白质绝大部分都能被身体真正利用，不会浪费掉。除此之外，鸡蛋还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B12、叶酸、铁、锌以及卵磷脂、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些重要的营养成分。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研究曾追踪了超过10万人长达数十年的饮食数据，结果显示，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来说，每天食用1颗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增加并没有显著关联。2020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的一项大规模荟萃分析也指出，适量食用鸡蛋与整体健康之间存在正向关联。所以你看，不管是5000年的食用历史，还是现代大量的科学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鸡蛋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怎么吃这3个字上。我们先把鸡蛋最核心的价值讲清楚。你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栋房子，蛋白质就是盖房子用的砖块，房子要结实，砖块的质量就得过关。鸡蛋提供的蛋白质在所有食物里面是品质最接近人体需求的那一种。打个比方，如果身体需要的氨基酸组合是一把锁，那鸡蛋蛋白就是一把几乎完全匹配的钥匙。不像有些植物蛋白缺这个少那个，需要搭配好几种食物才能凑齐。这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重要。为什么？因为从40岁以后，人体的肌肉量开始逐渐流失，医学上叫做肌少症。肌肉一少，走路就没劲，容易跌倒，基础代谢率也会下降。怎么预防？
充足的优质蛋白质摄入是关键。我认识一位住在高雄的72岁陈阿姨，她以前饮食非常清淡，早上白粥配酱瓜，中午一碗阳春面，晚上炒2个素菜。她觉得自己吃得很健康，可就是浑身没力气，走路走不快，上楼梯膝盖发软。后来她的女儿带她去看了营养科，营养师告诉她，你蛋白质吃得不够，建议她每天早上加1颗水煮蛋，中午和晚上各增加1掌心大小的蛋白质食物。坚持了半年，陈阿姨说自己最明显的变化是腿有劲儿了，以前去菜市场走20分钟就累得不行，现在可以逛1个多小时。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的建议，65岁以上的长者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取1到1.2克的蛋白质，1颗鸡蛋就能提供6到7克，差不多占了每日需求的1/10。很多人年纪大了以后会感觉记性变差，反应变慢，这不一定是老了就一定会这样，有时候跟饮食中某些关键营养的缺乏有关。鸡蛋的蛋黄里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叫做卵磷脂。你可以把卵磷脂想象成大脑里神经信号传递的润滑油。大脑里的神经细胞之间要互相传递信息，需要一种叫做乙酰胆碱的神经传导物质，而卵磷脂就是合成乙酰胆碱的重要原料。如果润滑油不够了，齿轮之间的摩擦就会变大，信息传递就会变慢，表现出来就是想不起来刚才把钥匙放哪儿了，别人说的话转头就忘了。除了卵磷脂，蛋黄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 这种维生素对维护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非常重要。B12 缺乏在老年人中其实很常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胃酸的分泌会减少，影响 B12 的吸收。有一位住在台北的65岁退休会计师王先生，退休后本来打算好好享受人生，学学画画，看看书，但他发现自己经常丢三落四，有时候刚想做的事情转身就忘了，心情也越来越低落。他太太带他去做了一次全面的营养检测，发现他的维生素 B12 水平偏低，医师建议他调整饮食，保证每天吃1颗完整的鸡蛋，重点是蛋黄一定要吃。3个月后，王先生回诊， B12 的指标有了明显回升，他自己也说感觉脑袋清楚了很多。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卵磷脂和大部分的 B12 都在蛋黄里，如果你只吃蛋白把蛋黄丢掉，这些好处就全都错过了。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鸡蛋的蛋黄里含有2种很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2种物质在我们的视网膜里浓度非常高，特别是在黄斑部这个区域，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眼睛自带的一副防蓝光眼镜，能帮助过滤掉有害的高能量蓝光，减少光线对视网膜细胞的氧化伤害。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会出现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或者白内障。这些眼部问题虽然成因复杂，但长期缺乏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年龄相关性眼病研究，适量摄入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可以帮助降低黄斑部病变恶化的风险。而鸡蛋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它们的生物利用率比蔬菜中的更高，因为蛋黄中含有一定的脂肪，而叶黄素是脂溶性的，需要脂肪的帮助才能被身体更好的吸收。来自台南的70岁张伯伯，年轻时在户外工作了30多年，眼睛长期受到紫外线照射。60岁以后，他觉得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检查发现早期黄斑部有退化的迹象。他的眼科医师除了建议他定期追踪之外，还特别嘱咐他在饮食上多补充叶黄素。张伯伯的太太从那以后，每天都给他准备1颗水煮蛋，加上一些深绿色蔬菜。2年后回去检查，医师说他的黄斑部状况保持稳定，没有进一步恶化。张伯伯笑着说，每天1颗蛋，比吃什么保健品都放心。好，前面我们讲了鸡蛋这么多好处，但是接下来这部分非常关键，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很多朋友不知道，再好的食物也要看怎么吃。鸡蛋吃错了，不但营养吸收不到，反而可能给身体带来负担。我总结了4个最常见的误区，每一个都附上真实案例。很多人觉得鸡蛋营养好，早上吃2颗蛋就够了，不用吃饭。尤其是有些想控制体重的朋友，刻意不吃淀粉，只吃蛋白质。这个做法为什么有问题？因为早晨起床后，身体经过1整夜的消耗，
肝糖储备已经很低了。这时候大脑和身体最需要的是葡萄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如果你只吃蛋白质不吃主食，身体就不得不把蛋白质当作燃料来燃烧，本来应该用来修补组织的蛋白质被当成柴火烧掉了，非常可惜。而且空腹大量摄入蛋白质对肾脏的代谢负担也会增加。台南有一位62岁的黄女士，退休后很注重养生，每天早上2颗水煮蛋，1杯黑咖啡，不吃任何淀粉。她觉得这样很健康，可是她经常上午10点多就头晕手抖，整个人心慌慌的。去医院检查，血糖偏低，营养师告诉她，你不是身体有问题，你是早餐没吃对。后来她调整了早餐结构，1颗蛋，1小碗燕麦粥，几片全麦吐司，同样的鸡蛋加上了主食的配合，那些不舒服的症状就消失了。很多人喜欢吃煎蛋，而且一定要煎到边缘焦焦脆脆的才觉得香。这个做法有什么问题呢？蛋白质在高温油炸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叫做糖化中产物的物质。你可以把糖化中产物想象成身体里的铁锈，它会加速血管壁的老化，促进身体的慢性炎症反应。有研究显示，同样的鸡蛋用煎炸方式烹饪产生的糖化中产物含量比水煮或蒸的方式高出很多倍，而且煎蛋通常会用到比较多的油，再加上高温，油本身也容易氧化，产生对心血管不利的物质。台北一位58岁的出租车司机赵先生，因为跑车赶时间，每天早餐都是在路边摊买一份铁板蛋饼，里面的蛋煎得又焦又硬，吃了10几年，他的3酸甘油酯一直居高不下。后来太太看了健康节目，开始在家帮他准备早餐，改成水煮蛋搭配全麦三明治。赵先生一开始嫌没味道，但2个月后体检报告出来，3酸甘油酯降了不少，他才心服口服。很多中式早餐是鸡蛋配豆浆，这个组合很常见，问题不在组合本身，而在于一个细节：豆浆有没有煮熟？生豆浆里含有一种叫做胰蛋白酶抑制剂的物质，它会干扰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如果豆浆没有彻底煮沸，这种抑制剂就会跟鸡蛋里的蛋白质打架，让2种本来都很好的食物营养吸收率都打折扣。另外，有些人习惯把生鸡蛋直接打进热豆浆里，觉得这样既方便又营养。但如果豆浆温度不够高，鸡蛋没有被完全煮熟，不但蛋白质的消化吸收率会降低，还存在沙门氏菌感染的风险。新北一位66岁的李阿姨，每天早上自己磨豆浆，然后把1颗生鸡蛋打进去搅一搅就喝，她觉得这样最营养。结果有一次她拉肚子拉了3天，去医院检查，医师说可能是食物引起的感染。后来营养师告诉她，豆浆一定要煮到滚开以后再多煮5分钟，鸡蛋也要单独煮熟再搭配着吃。这恐怕是鸡蛋最大的冤案了。很多人看到体检报告上胆固醇偏高，就自动把蛋黄列为黑名单，吃鸡蛋只吃蛋白，蛋黄全部丢掉。但事实是什么呢？血液中的胆固醇大约70%到80%是由肝脏自己合成的，只有20%到30%来自饮食。对于大多数健康人来说，饮食中适量摄入胆固醇，身体的合成机制会自动调节。你吃的多了，肝脏就少造一点；你吃的少了，肝脏就多造一点。美国在2015年更新的《美国人膳食指南》中，就已经取消了对饮食胆固醇的每日上限建议。这意味着，过去那种1天不能超过1颗蛋的说法已经被更新了。而前面我们讲过，蛋黄里集中了鸡蛋绝大部分的卵磷脂、维生素 B12、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丢掉蛋黄，等于丢掉了鸡蛋最有价值的部分。高雄一位64岁的退休工程师吴先生，因为总胆固醇稍微偏高，就不敢吃蛋黄，每天吃3-4颗蛋白，蛋黄全部扔掉。结果他的同型半胱氨酸指标升高了，这是心血管风险的一个独立指标。营养师告诉他，这可能跟他维生素 B12 摄入不足有关，因为 B12 主要在蛋黄里，建议他每天吃1颗完整的鸡蛋，同时减少其他高饱和脂肪食物的摄入。3个月后，2个指标都回到了比较理想的范围。讲完了误区，接下来就是最实用的部分。鸡蛋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处理、怎么吃？
我把它分成5个步骤，大家一步一步来。买鸡蛋的时候，首先看蛋壳，好的鸡蛋壳应该是完整的，没有裂缝，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粉状物，这说明鸡蛋比较新鲜。拿起来放在手心轻轻摇一摇，如果感觉里面是实的，没有晃动的声音，说明蛋白还比较浓稠，是新鲜的。如果摇起来感觉里面有水在晃，那蛋白已经变稀了，放了比较久。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把鸡蛋放进一杯水里，新鲜的鸡蛋会平躺在杯底，放了一段时间的鸡蛋会一端翘起来。如果整颗鸡蛋浮在水面上，那就不太新鲜了，建议不要吃。买的时候尽量选择有品牌、有溯源标识的产品。如果买散装蛋，注意看看存放的环境是不是阴凉通风的。鸡蛋买回家后不要先洗，蛋壳表面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洗掉之后反而容易让细菌通过蛋壳上的气孔进入蛋内。最好的做法是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尖端朝下放，因为鸡蛋的气室在钝端，尖端朝下可以让蛋黄保持在中央位置，不容易贴壳。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清洗，轻轻冲掉表面的脏东西就好。鸡蛋的保存期限一般在冷藏条件下可以放3到4周，但建议大家在蛋壳上用铅笔写上购买日期，这样就不会忘记。从营养吸收和健康角度来说，鸡蛋最好的吃法是什么呢？第1名，水煮蛋。把鸡蛋放进冷水里，水开了以后继续煮8到10分钟，这样的全熟蛋蛋白质消化吸收率可以达到97%以上，而且不会产生过多的糖化中产物。如果你喜欢吃溏心蛋，水开后煮6分钟左右就可以，但要注意，溏心蛋的蛋黄没有完全凝固。如果是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老年人、正在接受化疗的患者，建议还是吃全熟的比较安全。第2名，蒸蛋。把鸡蛋打散，加入温水，比例大约是蛋液的1.5倍，少许盐调味，用滤网过滤一遍，然后盖上保鲜膜或者盘子，水开后中小火蒸10分钟左右。蒸蛋口感嫩滑，容易消化，特别适合牙口不好或者肠胃比较弱的长辈。第3名，水波蛋。锅里烧水，水微滚的时候打入鸡蛋，小火煮3到5分钟。这种方式不用油，蛋白质也不会过度受热。不太建议的，煎蛋、炒蛋偶尔吃可以，但不要天天吃，也不要煎得太焦。如果要做，用小火少油，煎到蛋白凝固就好。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天1到2颗鸡蛋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是65岁以上的长辈，每天1颗完整的鸡蛋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如果本身有高血脂或者糖尿病的情况，建议每周鸡蛋控制在4到5颗以内，并且要配合整体的饮食调整，而不只是盯着鸡蛋看。给大家一个视觉参考，1颗鸡蛋的大小大约相当于1个乒乓球，1天1颗，简单好记。1颗水煮蛋切对半，放在1碗混合生菜上，加几颗小番茄、几片黄瓜，淋上1小勺橄榄油和少许黑胡椒，5分钟搞定，营养均衡。1小锅水烧开，加入适量味噌调散，打入1颗鸡蛋，搅拌成蛋花，放几片豆腐和葱花。天气冷的时候喝1碗。从里暖到外，2颗鸡蛋加温水打散，放入几颗枸杞和少许虾皮，盖上盘子蒸10分钟，嫩滑好入口，蛋白质和钙都有了。中医讲究配伍，单吃是加法，搭配才是智慧。鸡蛋虽然营养好，但它也不是万能的，跟不同的食物搭配可以发挥出1+1大于2的效果。番茄含有丰富的茄红素，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物质，但茄红素是脂溶性的，需要油脂的帮助才能被身体吸收。鸡蛋中的脂肪刚好能帮助茄红素的吸收，而番茄中的维生素 C 又能促进鸡蛋中铁的利用率。最简单的做法，番茄炒鸡蛋，少油，中小火，番茄要炒到出汁。深绿色蔬菜含有丰富的叶酸和维生素 K， 而鸡蛋中的维生素 B12 和叶酸搭配在一起，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这个指标跟心血管健康密切相关。菠菜中的铁在鸡蛋维生素 C 和蛋白质的帮助下，吸收率也会提高。最简单的做法，菠菜汆烫后，上面放1颗水波蛋，淋一点酱油和芝麻油，
燕麦提供优质的膳食纤维和复合碳水化合物，鸡蛋提供优质蛋白质和脂肪，两者搭配在一起，可以让早餐的饱腹感更持久，血糖波动更平稳。这特别适合早上容易饿或者血糖不太稳定的朋友。最简单的做法，燕麦粥煮好后，打入1颗蛋搅散，加几颗坚果和一小把蓝莓。虽然鸡蛋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好的食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大量食用。以下3类人群需要特别注意。鸡蛋是常见的过敏源之一，尤其是蛋白中的卵白蛋白。如果你吃完鸡蛋后会出现皮肤发痒、嘴唇肿胀、腹泻或者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即停止食用并就医。有些人可能只是对蛋白过敏，蛋黄可以吃，但这需要在医师指导下确认。这是一类特殊的情况。这类朋友因为基因的关系，肝脏清除胆固醇的能力天生就比较弱。对于他们来说，饮食中的胆固醇对血液中胆固醇水平的影响会比普通人更大。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总胆固醇长期偏高，而且家族中有多人有类似情况，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营养师，确定适合自己的鸡蛋摄入量。如果正处于胆囊炎或者胆结石急性发作的阶段，消化脂肪的能力会受到影响，这时候应该减少包括蛋黄在内的高脂肪食物摄入，等症状缓解后再逐步恢复正常饮食。语气不是吓唬大家，而是提醒，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在合适的范围内享用食物，才是真正聪明的养生方式。讲了这么多，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画面。每天早上，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户洒进来，你从冰箱里拿出1颗鸡蛋，放进锅里，听着水慢慢烧开的声音。8分钟以后，捞出来，用凉水冲一冲，轻轻敲开蛋壳，白白嫩嫩的1颗蛋，配上1碗温热的粥，几碟小菜，这大概就是生活里最简单也最踏实的幸福。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去寻找什么神奇的超级食物，也不是花大价钱买一堆保健品，它藏在每天这些小选择里面。选对食物，用对方法，照顾好自己的每一餐。1颗鸡蛋，5000年前的人在吃，今天我们还在吃。它的价值不在于多昂贵，而在于它用最朴素的方式给了身体最需要的东西。你平时喜欢怎么吃鸡蛋？水煮、蒸蛋还是煎蛋？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身边有家人也关心健康，每天吃鸡蛋，把这期内容分享给他们，让更多人知道鸡蛋到底怎么吃才最好。我们下期见，祝大家平安健康。